现在的反派到底有多恐怖？决战还没开始，主角就被他搞死了。盛平猛地睁开眼，时间再次回溯，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英超和小林急匆匆闯进来和他共享记忆，在他们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最后一秒，盛平就能被窗外射来的子弹一枪爆头。盛平立刻意识到是埋伏在外面的根茎被杀了，他们离根茎太远，就算是影超都无法探知到气息。盛平非常自责，因为影子会直接找上他。突然他心脏猛地一跳，感觉自己处在万丈悬崖边缘。小林不明白，影子的目的应该是活捉盛平才对，只要杀了盛平就会进入循环，这得不偿失啊！盛平坦白，看来波导已经发现了循环的起点一直在推迟，他可能已经到极限，时间的边缘在逐渐崩坏。如果还在同一时间被杀死，他恐怕只能循环一次了。7周末的7点22分，盛平向大家说了他的推理：如果将这里比作界限，每次死亡他都会回到这里，因为回味到界限前的时间，界限就相当于起点。上次的死亡时间是7点55，他的回归界时是6点40，时间从6点40为起点的缓慢推进，而他在匀速向前。每当他死的时候，界限就会加速前进。如果他现在被杀死，下次循环时间就会是刚过7点。如果再被以上次或更早同样的时间被杀死，界限就会超过他，他的脚下将不会再有立足之地，将会坠入深渊，迎来彻底的死亡。那个悬崖就是观测极限。只要盛平死亡之后的世界里，波导观察到的事情就会成为现实。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，波导才为了杀盛平，影子之前会互相交流，波导还能使用心灵感应。可以说，波导接受到影子和他们一样都进入了伪循环，而数据可以带入循环。根茎害怕对方复制他的步枪再来杀害盛平，影章表示不用担心，复制品距离影子太远会自动消失，而且基本复制品只能在50米的范围内使用，即使复制了远程步枪，子弹也会在50米的射程之外消失。虽然上一周末被摆了一刀，但也不算没有收获。波导能靠着印记掌握盛平的位置，为了亲眼见证他的死亡一定会来到这里。今晚就让他们在这里做个了断。盛平独自一人站在操场上等待波导的到来，四手和波导的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影子大军。虽然看不到其他人的存在，但波导知道这是盛平设下的空城计。盛平就说自己没有他那么卑鄙，要和他堂堂正正的战斗。影灵立刻持刀冲向盛平，但盛平的身影突然原地消失，寄宿在手背里的影超现身，公主抱着盛平扭头就跑，好一个堂堂正正。既然波导的目的是要他的命，那就由他来当诱饵。发现姐姐出现的影灵怒不可遏，根茎趁机一枪打在四手脚下。这个大 boss 果然没有弱点，随后他又几枪干掉了四手身后的影子。影超对着盛平冲进教学楼，波导突然叫停影灵，四手捡起地上的子弹徒手射向根茎，根茎用的躲闪及时也擦伤了侧脸。波导带着小早川夫妇去追杀盛平，让影灵去给根茎补刀。影超抱着盛平冲进教学楼，龙之介负责干掉追杀而来的影子，影灵这边则由小林和林星兄妹来应付。朱六子被共享了前几周末的记忆后，选择倒戈向主角团，他驯养的2只影子成了很好的武器。龙之介挡在盛平身后击杀影子，就在他即将杀死影子朝子时，波导突然命令下向左避开，这一击正好打了空。四手带着波导冲过来开出一枪，预知到这一枪将越过他击穿盛平的脑袋，龙之介只好选择用肩膀扛伤，而这一举动却正中四手下怀。他变出步枪对准龙之介，这一击他避无可避，使者居然能看见2秒后他的动作。危急时刻，根茎射来一枪击穿了四手的枪管，紧接着连击掩护龙之介撤退。就算没有瞄准镜，他这个老猎人的准头依旧准得吓人。波导不解为什么影灵还没杀了根茎，扭头看到朱六子当场叛变，带着他给的影子打自己人。波导却收回影子的控制权，让影子杀了朱六子。真的没想到影子根本不听他的命令，反手砸碎了影灵的半身，影子和他的联系居然被切断了。能做到这种事的只有影超，波导怒不可遏，偏偏影超还在挑衅他不服就追上来。之后的影子融化附在四手身上，力量提升到极限的四手如同异形蜘蛛一样朝着影超追杀而来。影灵将自己的身体附着在影子的拳头上，通过极为柔软的身体越过影子杀向朱六子，可惜还没近身就惨遭真身火攻拦截，脚床手里的钉枪也蓄势待发。影超将四手和波导引到体育馆内，他知道四手一定会追上来，而且会很轻松，但即使他们表现得再游刃有余，盛平也仍旧在他们之上。影超散落在四手的头发变成汽油，对着四手和波导兜头砸下，盛平扔出火柴，熊熊烈火瞬间将他们吞噬。四手和波导在火中发出凄厉的惨叫，果然就算是影子也是怕火的。借着影子小早川夫妇的掩护，波导脱离四手冲向盛平，只要杀了他，他就能再次回到过去。阿哲对着波导开出2枪做出拦截的姿势，然而等波导看过去，他手里的枪却突然消失了。紧接着盛平借由影超的头发重现手枪，一枪击中波导的脖子。影超追着重伤的波导要将他彻底消除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波导还在可怜兮兮的卖惨求饶，他已经决定用这具身体和家人们一起回去了。结果影超不要消除他，突然一只黑手伸来将影超拽进火海，都被烧成这样了，四手居然还没死。盛平想要救影超，却被四手连开几枪击中身体，四手一把将影超摁进火里。他和波导可以持有的数据带去下个周末，受伤和死亡的数据也是一样的。被击中的盛平还有好几分钟才会死，影超如果比盛平先死会怎么样呢？盛平挣扎着起身，却惊恐地发现火中的影超已经被烧成了焦炭。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失落，影超又突然现身，一拳洞穿了四手的身体。原来在被四手抓住的瞬间，他就已经用头发把本体替换出去了。影超抓住机会要将四手消除，在四手的惨叫声中，影子逐渐溃败。盛平敏锐地发现影子里居然出现了一只人手，重伤的波导见此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体育馆内的火焰瞬间消失。盛平剧烈咳
咳嗽着感到无法呼吸，下一秒长光镜的玻璃被齐齐震碎，空气倒灌而入。反应过来的时候，40个波道已经逃走了。他们这次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。本以为受了致命伤的慎平过几分钟就会死去，他们可以进行最后的轮回，但谁能想到慎平也留了一手，在衣服里绑了自制的防弹背心，4手根本没打中他的要害。尹超抱着慎平喜极而泣，虽然没能成功杀了40个波道，但万幸的是今晚他们无人伤亡，而且还抓住了尹灵。尹超切断了这个波道之间的联系，将尹灵变成了他们的伙伴。尹灵是昨天守夜的时候化成失智的波道通过扫描小林造出来的，他弄坏了小林的自行车闸，也不是非要杀死他，而希望他受伤住院。林心是他们的人，在医院就能更好的替换。他是为了找到尹超而诞生。影子的复制可以分为2类，改变自身形态的变身和让自身分别产生分裂的分娩。波道通过自身分娩的影子被称为影子第1代，他们拥有分娩1次的能力，而2子代没有这种能力。影子的变身次数没有限制，但如果影子不能在1周内消除本体，自身就会化作黑泥消失。波道想要复活，就要吞下很多人，为了达成目的，就需要分娩来扩大兵力。朱六子和林心医生都是为了母亲才会帮波道提供食物。林心医生明显知道真相，正好小川和他爹约好了今晚10点见面，于是一行人前往林心医院。沈平让尹灵保护好小林，虽然这个世界里尹灵没有杀过人，但介于尹时代给他留下了点不好的记忆，沈平有点怕他。尹灵在脱离控制后，就像是坦诚般的小林，一上来就问沈平在东京有没有交到女朋友。尹超和小林瞬间拉向警钟，尹六说他只是开个玩笑，他会听从命令保护小林。来到林心医院后，小川发现门没上锁，家里的东西都被消除了，似乎是不想让他们看到什么东西，但却给人一种缺乏目的性的感觉。明明有需要隐藏的物件，却不清楚位置，他们的父母也都不见了。尹超感应到影子的气息从电梯口传来，墙上还有弹孔，看来这里发生过战斗。地下是太平间，不过里面只有被替换下来的小超的遗体。几人下到地下，发现电梯口卡着小超母亲的轮椅，紧接着一个影子一晃而过逃进太平间。尹超踹开太平间的大门，但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朱六子淡定地走进去，打开一扇暗门，但原本放在这里的小超的尸体就不见了，里面还有一条通往质子洞的暗道，食物就是通过这里送到波道休息的地方。龙之介都是感受到了影子的气息，几个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暗道接近影子，但当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幕却惊呆了。掐住林心医生要杀他灭口的居然是小超母亲。小川大喊着不能开枪，但是再这样下去林心医生就要死了。尹超冲上前切断小超母亲和波道的联系，林心医生已经没有呼吸了。朱六子和小川接力做了很久的心肺复苏才将人唤醒，而即使是到了这种地步，林心医生也仍旧不肯说实话，甚至还命令朱六子杀了小川等人，这样他就能重新获得波道的信任。见朱六子不肯听话，他突然发难夺过小川里的枪，射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接着又对尹超开枪，然而这一枪就打偏了。原本应该死亡的朱六子夺过手枪，但并不是真正的朱六子，而是由尹灵变的。小川狠狠给了亲爹一拳，居然对着自己的女儿开枪，是怎么能做到如此狠心的？然而不管他怎么质问，林心医生始终都不愿意开口。尹灵上前准备复制林心医生获取情报，却发现这个人有免疫力无法复制，也就是说他的影子已经诞生过，而且死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林心医生满脸绝望，他突然面向对面中了一枪的跟来，抱着小超的遗体离开。尹超想要追上去，却被慎平拦下，对方明显在拿小超的遗体刺激他们，追上去他们就完了。既然自己已经被4手舍弃，林心医生也没有必要保持沉默，他让慎平把真正的朱六子叫来，最后挖出了藏在院子里的保险箱。尹超将记忆同步给了小川的母亲，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影子，应该是被故意设置成这样的。林心医生知道他们想要阻止仪式，但一旦杀死波道，所有的影子都会死去，包括尹超。尹超表现得很无所谓，反正他前天就已经死了，波道现在已经很幸运了，如果能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大家，他非常乐意。如果打倒波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那他很乐意迎来自己的死亡。其实波道做了这么多，也只是想回归而已，去往幽暗的海洋深处，他的故乡。这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无法到达他的故乡，只有影子能够前往。波道准备带着被他选定的家人回家，那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永恒国度。林心医生本来打算带着家人在那里永生，所以他能毫不犹豫地对着亲子痛下杀手，但是他的影子早就不复存在了，这场美梦也只能终止。妻子痛骂他是自私自利无可救药的人，但他也感谢林心医生选择拯救他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能够见证小川和朱六子的成长，他也很开心。沈平说的没错，这还不是坏结局，他还有机会弥补。保险箱里放着的是他们让朱六子藏起来的病历，诊断结果全都是卡布拉克综合症，这也就是这个岛上的特色影子病，但实际上全都是成为波道食物的花名册，而上面也有慎平父母的名字。他的父母不是在工作中遇到海难去世的，而是因为发现了质子洞的存在而惨遭4手的杀害，遗体同样喂给了波道。4手是波道的守护者，也是他生下的第一个孩子，本名叫林行止吹彦，是林行医院的第1任院长。